大家好，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本期视频内容均基于真实资料整理，力求客观呈现。视频画面未使用AI生成，仅封面由 Canva 制作。我们始终希望通过内容传递温暖与正能量，陪伴大家感受更积极的生活。赵丽颖老剧意外翻红，年轻观众涌入，经典作品不靠流量，实力才是硬道理。最近00后观众集体考古赵丽颖楚乔传的现象，简直像一场突如其来的文化回潮，让人有种时空错位般的恍惚感。这部已经播出9年的老剧，竟然在某个平台上单日播放量冲破1亿，弹幕瞬间被姐姐好飒这才是真大女主的情绪化表达彻底刷屏。事情的导火索是某平台翻拍的新版楚乔传在播出后引发争议，原本承载着是弩指歌史诗格局的叙事，被改成了更偏恋爱套路的走向，评分一路下滑至 4.2。 在强烈的落差感之下，观众几乎是用脚投票式的回流原版，重新点开那部曾经的经典。于是一种很有意思的对比开始在网络上发酵，沙漠实景中赵丽颖徒手攀爬城墙的镜头，被绳索拖行时留下真实擦伤的特写，与新剧中依赖绿幕抠图，动作显得轻飘悬浮的打戏形成刺眼反差。年轻观众看着看着突然集体爷青回，感叹原来所谓顶流并不是短暂的热度堆砌，而是能够经得住时间反复检验的表演质感。翻看豆瓣上的新晋热评，会发现这次的回潮甚至带着一点互联网式的幽默重构。00后用电子榨菜反矫治器来形容这部老剧，把它当作情绪出口和审美参照。有大学生在宿舍里反复观看楚乔被鞭打后咬碎瓷碗练剑的片段，一边看一边感叹，现在很多小花哭戏靠眼药水，但赵丽颖当年是真的把瓷片划破了手。这些评价背后，其实是一种对真实投入的重新认知。更令人震撼的是剧组当年的拍摄环境，敦煌实景拍摄的艰苦条件，如今被重新挖出来后依然让人惊叹。零下20度的天气里，演员穿着单衣在沙漠中完成拍摄，爆破戏亲自上阵，甚至一度接近被落石波及的危险边缘。这些细节被 B 站 UP 主剪辑成影视圈真敬业 vs 假努力的对比视频后迅速破圈，3天播放量突破100万。年轻观众在这种直观对照里，第一次真正理解了什么叫用身体去演戏，而不是停留在口号式的表演理解。这波老剧翻红的背后，其实精准戳中了当下影视行业的某些现实痛点。当资本越来越依赖流量明星，爱换脸和模板化制作去批量生产所谓工业剧时，楚乔传中楚乔从奴隶一步步走向将军的成长弧光，依然显得扎实而有力量。甚至有知乎热帖重新挖出幕后细节，赵丽颖为角色减重8斤，拍浴戏时高烧39度仍坚持完成跳崖镜头。这种近乎笨拙的坚持，在当下反而显得格外珍贵。而就在近期，人民日报也增发文点赞竟点涌流传的密码是真诚，某种程度上正是对这种现象的呼应。说到底，观众从来都不傻，流量或许会退潮，但真正用时间、汗水甚至疼痛打磨出来的作品，却能够穿越周期再次被看见。赵丽颖所代表的那种楚乔式精神，也因此在一次又一次的回看与讨论中被重新点燃，并继续照亮每一个时代仍然相信热血与努力的人。这次楚乔传的翻红，其实特别让人感慨。很多人原本以为9年前的老剧早就会被时代淘汰，可谁也没想到，一群00后年轻观众居然主动开始考古，甚至一边追剧一边疯狂刷弹幕。原来这才叫大女主。赵丽颖当年怎么这么能打？那种集体上头的氛围，真的像一场迟到了很多年的重新认证。最有意思的是，这批年轻观众其实并没有经历楚乔传首播时的全民追剧时代，他们成长在短视频、爱特效、快节奏爽剧全面泛滥的环境里，按理说应该更容易被华丽包装吸引。
但现实却恰恰相反。当新版播出后，大家突然发现，真正能让人记住的东西，从来不是滤镜和营销，而是角色身上那股真实的生命力。而赵丽颖当年的楚乔，恰恰最可怕的地方就在于真。她不是站在那里靠台词喊大女主，而是真的让观众相信，这个女孩能从泥里爬出来。她被鞭打，被羞辱，被拖行，眼神里却始终有一股不服输的狠劲。尤其是很多人重新翻到她咬碎瓷碗练剑那场戏时，弹幕几乎全在感叹，现在已经很少看到这种演员了。因为那种疼痛感不是演出来的，而是真的透过镜头传递到了观众身上。其实赵丽颖这些年最厉害的一点，就是她一直有一种往角色里扎的劲儿。她演戏从来不只是完成动作，而是真的让自己活进人物命运里。所以大家后来回头再看《楚乔传》，会突然意识到，当年的她并不是在拍一部偶像剧，她是在认真塑造一个时代女性的成长史。尤其现在再和一些流水线古偶对比，那种差距就更明显了。很多剧总喜欢强调顶级制作 S 加投资，结果拍出来的人物却像悬浮在空气里。哭戏靠眼药水，打戏靠慢动作，情绪全靠配乐烘托，观众看完很快就忘了。但《楚乔传》最神奇的地方在于，哪怕过去9年，很多镜头依旧有冲击力。赵丽颖在沙漠里奔跑时满脸风沙的狼狈感，她被冻得嘴唇发白却依然咬牙坚持的状态，甚至连摔倒时那种真实疼痛，都不是后期特效能替代的。所以这次00后集体回流原版，并不只是怀旧，更像是年轻观众开始重新寻找一种久违的真实感。现在很多人总爱说内娱缺好演员，但其实观众真正怀念的，从来不是某个黄金年代，而是那种愿意为角色付出，愿意用身体和情绪去完成表演的人。赵丽颖身上最打动人的，也恰恰是这种有点笨的认真。她不是科班出身，没有所谓天赋神话，也没有一路被资本托举的光环。可她这些年一步一步走到今天，靠的偏偏就是最老派、最辛苦的办法，硬熬、硬练、硬扛。别人用热搜维持存在感，她用角色说话；别人忙着营销人设，她却总是在剧组里把自己磨得灰头土脸。也正因为这样，楚乔这个角色直到今天依然有生命力，因为观众能从角色身上看到赵丽颖自己的影子，那种从底层一路往上爬，不认命、不服输的劲儿，其实和她现实中的成长轨迹非常像。所以很多人看《楚乔传》时，会觉得楚乔像是真的活着，而不仅仅是一个被剧本写出来的女主角。这也是为什么当新版因为工业糖精感遭到吐槽时，大家会本能的怀念原版。因为真正打动人的，从来不是套路，而是真诚。现在网上有一句话特别火，流量会过期，但角色不会。这句话放在赵丽颖身上真的太贴切了。9年前，她靠《楚乔传》成为很多人心里的战神女主。9年后，她又靠同一个角色被新一代观众重新认识。这样的翻红，其实比任何热搜都更有分量，因为它证明了一件事：真正优秀的演员根本不怕时间，时间只会帮他留下那些最珍贵的东西。王某某、孙某某向演员赵丽颖公开致歉。25日，北京兴全律师事务所发布消息称，截至2026年6月25日，由该所代理的赵丽颖女士名誉维权系列案件已取得阶段性进展，被告王、孙分别通过涉案网络账号向赵丽颖女士公开致歉。相关案件的处理结果也再次将网络言论边界与名誉权保护这一议题推至公众视野。据案件简讯披露，截至2026年6月25日，2起赵丽颖女士名誉权纠纷案件中，被告均已完成公开致歉及相应法律义务履行。在第1起案件中，赵丽颖诉王微博用户福尼 UID
509-937名誉权纠纷一案，时间线可追溯至2018年至2019年间。当时，被告王在其注册并长期使用的微博账号上，持续发布针对赵丽颖女士的侮辱性、诽谤性内容博文。相关内容在网络传播过程中产生了一定阅读量与扩散影响，对当事人名誉造成现实冲击。法院在审理后认定，被告确实实施了针对原告的侮辱与诽谤行为，且相关言论已构成对名誉权的侵害。据此，法院依法作出判决，要求被告王在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于其微博主页 UID 509-937公开发布致歉信，向赵丽颖女士赔礼道歉，且持续展示时间不少于90日，同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及相关维权费用。2026年6月24日，被告王已在涉案微博账号发布公开致歉信，向赵丽颖女士正式道歉，并完成全部赔偿款项的支付义务，至此履行完毕法院判决内容。第二起案件为赵丽颖诉孙豆瓣用户 U 部现昵称古巴豆瓣 143-764名誉权纠纷案。该案发生于2025年2月，被告孙通过其豆瓣账号公开发布针对赵丽颖女士的相关帖文，内容中包含多张经过拼接、引用的虚假微博评论截图，对事实进行了不实呈现。在庭审过程中，被告孙逐渐认识到自身行为的违法性与侵权性质，并当庭承认其行为已对赵丽颖女士名誉权构成侵害，同时向原告表达了诚恳歉意，并承诺今后不再实施类似侵权行为。考虑到被告的悔过态度及致歉诚意，赵丽颖女士方面最终同意在法院主持下以非判决方式结案处理。2026年6月25日，被告孙亦在涉案豆瓣账号公开发布致歉声明，向赵丽颖女士正式道歉，并已完成相应赔偿义务。看到这则消息，其实很多人的第一反应不是明星又维权了，而是终于有人愿意认真对待网络暴力这件事了。过去这些年，围绕赵丽颖的争议、谣言、恶意剪辑、造谣截图几乎从未停止，尤其是她越红越沉默，某些人反而越肆无忌惮，把匿名网络当成了情绪宣泄场。这次两起案件，一个横跨2018到2019年的微博侵权，一个是2025年的豆瓣造谣，从时间跨度就能看出来，很多伤害其实并不会随着热搜消失。那些侮辱性言论、恶意拼接截图，也许发帖的人觉得只是随口一句玩梗吃瓜，但对当事人的名誉、情绪以及公众形象都会造成真实影响。很多人之所以关注这件事，不只是因为判决结果，而是因为赵丽颖这些年的态度变化很明显。以前她面对误评，大多选择沉默，被误解也不解释，被攻击也很少反击。可现在，她开始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己，这其实是一种很成熟也很理性的处理方式，不是情绪化回怼，更不是利用舆论互撕，而是把问题交给法律，让事实说话。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法院在案件中明确认定相关言论已经构成侮辱与诽谤，这一点意义很大。它等于再次提醒所有人，网络不是法外之的，哪怕隔着屏幕用昵称、马甲、缩写发言，也并不意味着可以无限度伤害别人。所谓只是发个帖子，只是转发一下，如果造成侵权，同样需要承担责任。其实这些年，赵丽颖一路走来并不轻松，从被质疑学历、出身，到离婚后的各种恶意标签，再到如今事业转型期间遭遇的舆论风波，她经历过太多普通观众看不到的压力。但很多人之所以越来越佩服她，恰恰是因为她没有被这些声音拖垮。她没有天天在网上卖惨，也没有靠制造对立维持热度，而是继续拍戏，继续工作，继续用作品说话。所以这次看到侵权者公开致歉，很多粉丝会觉得解气，不只是因为赢了官司，更像是一种迟来的公平。
因为长期以来，公众人物承受网络暴力，仿佛已经被默认成职业代价。但实际上，无论是不是明星，任何人都不应该被恶意造谣、侮辱和攻击。而且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件事对整个网络环境也是一种提醒。如今爱截图、拼接内容、断章取义越来越容易，很多谣言传播速度甚至快过真相。如果没有明确的法律边界，最后受伤的不只是明星，普通人未来也可能成为被造谣的对象。当然，理性讨论作品、角色、演技本来就是正常的公共表达，观众可以喜欢，也可以不喜欢，可以批评剧情、评价表演，但评价和造谣之间其实一直都有一条很清晰的线。一旦开始捏造事实、恶意侮辱、人身攻击，那就已经不是言论自由，而是侵权。某种程度上说，赵丽颖这几年最大的变化，并不只是从偶像演员向实力派演员转型，更是她整个人越来越坚定了。她不再像早年那样把所有委屈都默默吞下，而是学会用合理合法的方式保护自己。这种变化其实比任何热搜都更让人感慨。很多网友现在常说一句话：真正强大的人不一定声音最大，但一定知道自己的底线在哪里。放在赵丽颖身上还真挺贴切。王一博演唱会官宣，门票秒空，粉丝熬夜抢票太拼了。王一博演唱会官宣的消息让很多粉丝激动不已，门票秒空，粉丝们熬夜抢票的样子真是太拼了。王一博一直以来都以其出色的才华和帅气的外表受到大家的喜爱。王一博不仅是一位优秀的演员，更是一位出色的歌手和舞者。他的努力和才华让他在娱乐圈中脱颖而出。这次演唱会的门票秒空，充分说明了他的人气之高。相信这场演唱会一定会非常精彩。好的艺人总是能吸引很多粉丝的支持。期待王一博的演唱会。一个人的成功不是偶然的，而是需要不断的努力和坚持。王一博用他的经历告诉我们，只要努力，就一定会有收获。看到王一博演唱会官宣那一刻，很多人的第一反应不是终于来了，而是这次票肯定又抢不到了。果然，开票不到几分钟直接秒空，服务器都快被挤爆了。无数粉丝熬夜守着手机、电脑，不停刷新页面，有人提前做攻略，有人拉朋友帮忙抢票，还有人为了提高网速专门跑去网吧。这样的场面，说实话，已经不只是普通追星，更像是一场关于热爱与陪伴的双向奔赴。为什么王一博的演唱会能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因为他从来不是单纯靠流量站在舞台上的艺人。很多人第一次认识王一博，可能是因为电视剧里的角色，也可能是因为舞台上的惊艳表演。但真正一路关注下来，才会发现，这个男孩最厉害的地方，是他身上那种永远在进步的力量。娱乐圈从不缺长得帅的人，可真正能让观众持续喜欢很多年的，往往是那些愿意默默努力的人。王一博就是这样，他很少把辛苦挂在嘴边，但大家都知道，他这些年几乎一直在高强度工作，拍戏、练舞、录歌、赛车、街舞、综艺，每一个领域他都不是玩玩而已，而是真的认真做到专业。尤其是舞台上的王一博，总会让人有一种特别强烈的感觉，他是真的热爱音乐和表演。很多艺人的演唱会更像是一场大型粉丝见面会，但王一博不一样，他对舞台有要求，对表演有追求，对自己的状态更是近乎苛刻。只要他站上舞台，整个人的气场就会瞬间改变。灯光一亮，音乐一响，他仿佛天生就属于那里。尤其是看过他现场的人都会懂，王一博的舞台有一种特别真实的感染力。他不会刻意煽情，也不会过分营业，但就是那种认真投入的状态，会让观众不知不觉沉浸进去。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一次卡点，都能让现场瞬间沸腾。
其实这些年，外界对王一博的争议从来没少过。有人质疑他的演技，有人不理解他的沉默寡言，还有人唱衰他的事业发展。可有意思的是，每次大家以为他没声音了的时候，他总会用作品和成绩重新证明自己。这次演唱会门票秒空，就是最直接的答案。真正的人气，从来不是热搜堆出来的，而是观众愿意真金白银支持。现在的观众其实越来越理性，大家不会轻易为一个没有实力的人持续买单。而王一博能一直拥有这么强的号召力，恰恰说明他这些年的积累是被看见的。更难得的是，王一博身上一直有一种很清醒的劲儿。他不像有些明星那样拼命制造存在感，也很少靠话题炒热度。他更习惯把时间花在训练和工作上。别人喧闹的时候，他在练舞；别人营销的时候，他在拍戏；别人忙着立人设的时候，他已经默默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突破。这种踏实，其实特别打动人。很多喜欢王一博的人，并不只是因为他的颜值，而是因为能从他身上看到一种坚持。那种明明已经很成功了，却依然不肯松懈的状态，会让人觉得特别有力量。尤其现在这个时代，太多人追求快速成功，恨不得一夜爆红。但王一博这些年的经历恰恰说明，真正能走远的人，靠的从来不是运气，而是长期积累。所以看到粉丝熬夜抢票，其实一点都不意外，因为大家抢的不只是一次演唱会门票，更像是在争取一个和青春、热爱见面的机会。对于很多粉丝来说，王一博早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明星，他更像是一种陪伴。有人是在低谷时期因为他的舞台重新获得力量，有人是在迷茫时看到他的坚持，才重新鼓起勇气继续努力，还有人单纯因为他的认真而开始相信努力真的会有回报。这样的偶像怎么会不被喜欢？可以想象，这场演唱会正式开始那天，现场一定会特别震撼。当全场灯光暗下，熟悉的音乐响起，台下无数荧光棒汇成星海，那一刻，所有熬夜抢票的辛苦都会变得值得。而王一博也一定会再次用他的舞台告诉所有人，真正优秀的人从来不会辜负观众的期待。6.25日，王一博抵达深圳，开启赛车练习，头盔和小青蛇形态更酷，可他裹得严实的大热天。昨天王一博刚到深圳，就立刻赶往珠海参加赛车活动。他这次的行程很紧张，从机场一路直接去了珠海国际赛车场。虽然路上花了不少时间，但他一到赛场就换上了新的装备，整个人看起来精神了很多。大家最关注的就是他的新头盔，这个头盔的颜色是深绿色的，比以前的更鲜艳一些，设计也很特别。远远看过去，就像一条小青蛇趴在头上一样。有趣的是，这和他在深圳下飞机时戴的帽子上的图案是一样的，都是一个小蛇标志。这样的搭配说明他对细节很在意，连出场的衣服和配件都要统一风格。作为一个艺人，他在审美这方面确实很有想法。今天的练习赛才是重点。珠海的天气一直都很热，当天温度达到了30多摄氏度。在这种环境下，王一博还要穿上厚厚的阻燃服，戴上手套，扣好头盔，在封闭的驾驶舱里进行高强度训练。车内空间本来就小，再加上衣服厚，里面肯定非常闷热。普通人光是坐着可能都会出汗，更别说还要集中注意力开车，记住路线了。没跑完1圈，他身上的汗应该都已经湿透了内衣，但从他脸上可以看出，他并没有累而分心，反而一直保持着专注的态度。其实很多人不知道，王一博为了学赛车吃了不少苦。刚开始接触这项运动的时候，有不少人说他是玩票，觉得他只是想换个身份露个脸，还有人质疑他有没有资格参赛。但这些话并没有影响他继续努力的决心。每次出现在赛场边，
不管是观看别人比赛还是自己上场，他都非常认真。去年他也参加了几场比赛，虽然成绩不是特别突出，但也证明了他有一定的适应能力和抗压能力。新赛季的比赛日程已经公布，接下来几个月他会参加不同级别的赛事。这意味着除了拍戏和其他工作之外，他还得抽出很多时间来做体能训练和技术准备。对一个明星来说，这种生活节奏真的很辛苦，也非常考验一个人的时间安排和毅力。不过从他的表现来看，他好像还挺享受这个过程的。也许正是喜欢，所以他才愿意一次次钻进那个又热又窄的驾驶室，哪怕再难受也要坚持下去。作为公众人物参赛，自然会有很多人关注，特别是女性粉丝群体，他们对王一博的一举一动都很关心。前几天有网友开玩笑说，新赛季的压力要给摩托车姐姐们了。这句话的意思是提醒那些去看比赛的女孩们要注意安全，不要只顾着追星忘了保护自己。虽然是句玩笑话，但也说明大家对她是支持的。毕竟娱乐圈里真正敢挑战极限的人不多，像他这样不怕困难、不断进步的更是少见。至于以后能不能取得更好的成绩，现在还不知道。毕竟职业赛车是个复杂的事情，不仅要看天赋，还要经过长期系统的训练才能提高。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他已经走在正确的方向上了。无论是装备的专业程度、团队的支持力度，还是他自己投入的程度，都在向更高的目标靠近。珠海的练习赛只是一个开始，真正的挑战还在后面。希望他能保持现在的热情，不管外面怎么说，都能坚定自己的信念。毕竟赛车这件事不是靠人气就能成功的，最终还是要靠实力说话。看着王一博一次次出现在赛车场，真的会让人对这个年轻人产生一种很复杂的情绪，不是简单的帅或者酷，而是一种越来越明显的敬佩。因为你会发现，他是真的把赛车当成一件认真对待的人生目标，而不是明星身份之外的一场作秀。这次他6月25日刚落的深圳，几乎没有停歇，就直接赶往珠海国际赛车场开始练习。这样的节奏，其实光想想都觉得累。尤其是在深圳、珠海这种30多度的天气里，普通人站在室外几分钟都已经汗流浃背，更别说赛车手还要穿着厚重阻燃服，戴着头盔，把自己塞进狭小闷热的驾驶舱。很多人可能觉得开车有什么难，但真正了解赛车的人都知道，那是对体能、反应力、精神集中度要求极高的一项运动。偏偏王一博每次出现，都给人一种越辛苦越专注的感觉。尤其是这次的新头盔，真的太有辨识度了。深绿色的设计，比以前更加张扬，也更加有个人风格。远远看过去，像一条蓄势待发的小青蛇，既有攻击性，又带着一种冷静的锋利感。而最让人觉得有意思的是，他下飞机时帽子上的小蛇图案，居然和头盔形成了呼应。这种细节其实特别王一博，他从来不是那种刻意高调的人，但他对审美、对风格、对个人表达，一直有自己独特的坚持。你会发现，他很多时候不需要说太多话，仅仅通过穿搭、装备、动作，就已经把自己的态度表达出来了。而赛车恰恰特别适合他，因为这项运动本来就不是靠嘴巴，而是靠实力。其实最打动人的，从来不是他戴头盔有多帅，而是他愿意为了热爱吃苦。很多人现在看他玩赛车，觉得很酷，可很少有人记得，最开始的时候，外界对他的质疑其实非常多。有人说他只是玩票，有人觉得明星跨界赛车不过是为了营销，还有人质疑他有没有资格真正站上赛道。可王一博最厉害的一点，就是他从不急着解释，别人说什么，他不会在网上争辩，而是继续训练，继续练习，继续一次次回到赛场。这样的性格，
其实和他这些年的成长轨迹特别像。无论是跳舞、演戏、摩托车还是赛车，他几乎都经历过同样的过程，先被质疑，再慢慢用行动证明自己。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人开始真正佩服他，因为大家终于发现，王一博并不是3分钟热度的人，他对喜欢的事情有一种近乎执拗的认真。很多明星把兴趣当爱好，但他会把兴趣练成专业，哪怕过程很苦，他也愿意坚持。去年几场比赛下来，虽然成绩还没有达到特别惊艳的程度，但已经能看出他的适应能力和抗压能力。要知道，赛车最残酷的一点，就是它不会因为你是明星就给你特殊待遇。速度、线路、判断、稳定性，全都得靠自己一点点练出来。赛场不会看流量，只认实力。也正因为如此，王一博如今还能坚持待在这里，才更加难得。尤其是他现在的工作状态，其实比很多人想象中更辛苦。一边要面对影视、商务、公开活动，一边还得抽时间做赛车训练和体能储备。这意味着别人休息的时候，他可能在训练；别人结束工作后，他还要研究赛道数据，调整状态。但很奇怪的是，你几乎很少从他身上看到抱怨感。相反，他在赛车场上的状态总有一种很纯粹的快乐，像是终于回到了真正让自己放松的地方。那种眼神里的专注是装不出来的。很多粉丝都说，王一博最迷人的时候，不是在红毯，也不是在舞台，而是在戴上头盔之后。因为那一刻，他不是明星王一博，而是真正热爱速度的赛车手。而这种真实，恰恰是娱乐圈最稀缺的东西。如今的新赛季即将开启，后面的挑战肯定会越来越大。职业赛车不是短时间就能成功的领域，它需要长期积累，更需要极强的心理素质。但从现在来看，王一博已经具备了最重要的一样东西：坚定。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愿意为此付出代价，这比所谓天赋更难得。所以很多人喜欢王一博，早就不只是因为颜值了，大家真正欣赏的是他身上那种一直向前、不轻易妥协的劲儿。别人害怕失败的时候，他已经默默开始下一轮训练；别人还在争论的时候，他已经戴上头盔冲进赛道。这样的王一博真的很难不让人期待。珠海的练习赛或许只是开始，但对于喜欢他的人来说，更重要的不是最后能拿第几名，而是看到他始终在认真追逐自己热爱的模样。因为一个敢于不断挑战自己的人，本身就已经很耀眼了。王一博泡面头直播发尾变长引热议，小城女孩惊呼：“这不就是我加班3天没洗头的样子？”王一博最近在直播里的泡面头造型，几乎是毫无预警地杀疯了全网。那种略显蓬松又带点凌乱的卷发，发尾悄悄变长，像是随手抓过却意外有生命力的状态，被眼尖网友一眼捕捉后，直接调侃成蜡笔小新同款。原本计划只有90分钟的探索心境2直播，结果硬生生被热情和话题度拉长到2个半小时。他全程顶着那头略显失控的卷毛，在镜头前喝水时还不自觉嘟嘴，神情软得像只仓鼠，反差感强到让人忍不住反复回放。更有意思的是，杜话讲话时他偷偷抠手的小动作被精准抓拍，迅速被做成老板讲话我抠手的表情包，在社交平台疯狂刷屏。甚至有不少小城女孩直呼破防，这不就是我加班到凌晨3天没洗头照镜子的真实状态吗？据搜狐娱乐报道，这场没有剧本加持的直播，单日话题阅读量直接冲上14亿，就连他在暴雨中攀岩、倒挂金钩的实拍细节，都成了网友反复讨论的高能片段。这场看似翻车的直播现场，反而意外呈现出一种最打动人的真实质感。当被问及为什么要挑战高危攀岩时，王一博只是轻轻一笑，摆摆手说：“
有的时候就喜欢找苦吃，刺激自己。语气轻松的像是在聊一件日常小事，但下一秒又认真补上一句提醒，一定要注意安全。这种松弛与责任感交织的状态，让人很难把它简单定义为顶流明星。更让人意外的是，当他聊到新爱好钓鱼时，整个人的眼神都亮了起来，像是打开了另一个世界。他认真描述和鱼对抗的过程，讲到兴奋处甚至带着点孩子气的较真，而当他真的钓到一条大三文鱼时，却选择了放生。这些没有滤镜修饰、没有精修包装的瞬间，反而让大众看见了更柔软的底色。原来站在光里的他，也会手忙脚乱，也会对生命心生柔软，就像普通人在通勤地铁里被风吹乱刘海，来不及整理，却依然在努力生活。也正因为这些邋遢瞬间的流露，大家开始重新理解为什么会突然爱上明星的不完美状态。或许正如热评第一所说，它让我们看见了光鲜背后真实的喘息。当整个网络都在追逐精修图、完美人设的时候，这种带着生活毛边的真实反而显得格外珍贵。每一个熬夜改方案的打工人，谁没有过头发油到贴额头，靠发箍勉强续命的时刻？所以当粉丝刷起祈祷小博的表情包时，那并不是调侃，而是一种带着温度的共情与拥抱。大家其实是在用自己的不完美，去理解另一个人的不完美。正如相关报道中所提到的，在这个高速运转、不断追求效率与完美的时代，我们更需要学会与真实相处，接纳不完美本身就是成长的一部分。而或许也正是这种未经修饰的真实，让人更期待他整理好状态后带着新作品归来，因为真实的力量从来都比滤镜更耐得住时间的打磨。很多人第一次看到王一博这次直播里的泡面头，第一反应都是想笑。发尾长了，卷毛炸了，额前碎发乱得毫无偶像包袱，偏偏他还顶着这造型一本正经聊天、喝水、攀岩，甚至偷偷抠手。可越看越觉得这种状态居然有一种奇怪的真实感，让人一下子从明星滤镜里抽离出来。尤其是他低头喝水时那个无意识嘟嘴的瞬间，真的太像普通人疲惫后的松弛状态了。不是精修海报里那种锋利的帅，而是一种终于不用时刻端着的生活感。很多网友调侃像蜡笔小新，像加班3天没洗头的小城女孩，可恰恰就是这种不完美，反而让直播有了温度。现在的娱乐圈太习惯完美了，艺人出现前要补妆，镜头要磨皮，连头发丝都像计算过角度。久而久之，观众其实已经审美疲劳，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不是生活，那只是营业。可王一博这场直播最特别的地方，就在于他根本没有刻意去营造什么帅到窒息的氛围。他像是刚从真实生活里被拉进镜头的人，头发乱着，动作小小的拘谨着，甚至老板讲话时还偷偷抠手，那种社恐感简直像无数打工人的线上开会现场。但很奇怪，一个顶流明星越真实，反而越容易让人喜欢，因为观众终于能从他身上看到人的部分，而不是被包装后的工业成品。尤其是他说有时候就喜欢找苦吃，刺激自己那句话的时候，会突然发现王一博身上一直有一种很矛盾却很迷人的气质。他可以是舞台上锋利耀眼的明星，也可以是暴雨里去攀岩，把自己摔得浑身狼狈的人。他不太爱解释，也不喜欢煽情，但总会默默去挑战一些别人不理解的东西。这种性格其实特别像很多正在生活里硬撑的大人，表面轻描淡写地说一句没事，实际上却一直在给自己加码，一直在逼自己往前。所以当网友把他的邋遢泡面头和自己熬夜加班后的状态联想到一起时，大家共情的根本不是发型，而是那种终于累到顾不上体面的瞬间。成年人太懂这种感觉了。地铁通勤时被风吹乱的刘海，凌晨改方案后油到贴头皮的头发，镜子里那个疲惫却还得继续工作的自己，原来明星也会有。
而王一博这次最打动人的地方，偏偏就是他没有躲，他没有急着立什么精致人设，也没有刻意解释今天只是造型，他就那么自然地顶着一头乱毛出现，甚至连表情都带着点没睡醒的松弛感。结果观众不但没嫌弃，反而越看越上头，因为真实本来就是一种稀缺品，更别说当他聊起钓鱼的时候，整个人状态都变了，那种眼睛发亮的感觉是骗不了人的。很多人以为顶流明星的兴趣爱好只是营销标签，可他讲起和鱼对抗的过程时，那种认真、投入，甚至有点孩子气的兴奋感，特别鲜活。最难得的是，他钓到大三文鱼之后，居然选择放生。那个瞬间会突然意识到，王一博身上一直藏着一种很柔软的东西。他不是那种特别会表达情绪的人，但很多细节会暴露他的内心。比如提醒大家攀岩一定注意安全，比如对生命保留敬畏，比如面对喜欢的事情时完全不设防的兴奋。这些碎片拼在一起，才是真正的他。也难怪这场直播会爆成14亿阅读量，因为观众现在真正渴望的，早就不是高高在上的完美偶像，而是一个会累、会乱、会手忙脚乱，但依然认真生活的人。王一博这几年最厉害的一点，其实从来不是零瑕疵，而是他越来越敢于让大家看到真实状态，哪怕不精致，哪怕会被调侃，他也没有刻意躲进滤镜后面。而这种真实，恰恰比任何神图都更有生命力。很多人总说娱乐圈更新换代太快，可真正能留下来的，从来不是一张永远完美的脸，而是一个能让观众产生情感连接的人。因为观众会忘记妆容，却会记得那些真实瞬间带来的情绪。所以现在再回头看那头泡面卷，突然会觉得它一点都不狼狈，反而像一种很珍贵的松弛感。那是一个人终于不需要时时刻刻绷紧自己时才会出现的状态。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